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恐怖故事时间。夜深了，周遭一片寂静。我的名字叫秦州，今年刚满20，村里的人都说我面相堂堂，一表人才。今晚，我和几个年轻的好友被邀请到邻村参加一场夜晚举行的婚礼。新郎是我的朋友李安，一位性格开朗、与我情同手足的伙伴。他刚新婚不久，新娘则是我未曾谋面的女人。这场婚礼来得很突然，连李安自己似乎也没做太多准备，却是风风光光地举行了。抵达李安家门口时，我感觉到一丝异样的寒意扑面而来。院子里点燃了无数红烛，火光摇曳生姿，随着风微微闪动，像是无数只眼睛正盯着我们。我一向不信鬼神，却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进入李家大堂后，堂中摆满了宾客，四周挂满红纱，灯笼通红如血。李安站在堂中，脸上虽挂着笑意，却透着一股疲惫和焦虑。秦州，李安看见我，热情地招手。走近后，我发现他眼底泛着淡淡的黑圈，似乎有些不安。安哥，你累了吗？我问道。还行，只是连日来总梦见一些古怪的东西，可能是婚礼的事操心太多吧，他苦笑道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不再多说。礼堂的正中央摆着一对红烛，旁边站着一名新娘，身着红嫁衣，头戴凤冠霞帔，丝丝红纱遮掩着脸庞。她的身形修长，身姿挺立，看不出情绪，但那抹红嫁衣显得特别刺眼。新娘看起来真是如花似玉，一旁的好友小康赞叹道：是啊，李安真是有福气。我也附和着，却在心里升起一丝说不出的不安，像是他的气息冷冷的与周围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。当司仪宣布礼成之际，新娘头上那条红纱缓缓揭开，现出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庞。她眼窝深陷，双眼无神，却透着一种阴冷的光芒，仿佛能看穿人心。那一刻我僵住了，只觉得寒气刺骨。礼成后，大家陆续进入喜宴，我却忍不住频频回头去看那位新娘。她的举止端庄，却无半分笑容，仿佛完全置身事外。当我走近她时，李安立刻拦住了我，神情怪异地说：他不习惯与人接触，你别靠太近。李安，他是什么人？我压低声音问。秦州，今天是我大喜之日，你莫多问。他语气严厉，我只得住口。宴会结束后，夜已深，我和好友们决定在李安家留宿一夜，但睡到半夜，我忽然听见低沉的哭泣声，从房内传来，那是李安和新娘的洞房。我蹑手蹑脚地靠近，想看个究竟。门缝中透出一丝昏暗的烛光，随着那细微的哭声飘来。随着我靠近，哭声也逐渐清晰，竟是新娘的声音，断断续续地说着些含糊不清的话语。我终于可以离开了，终于，她喃喃低语，声音冰冷而嘶哑，像是无数次地重复着某些话语。就在此时，我猛然感觉背后有人拍了一下肩膀，我惊得一颤，猛地回头，却看到李安站在我身后，脸色阴沉。你不该来这里的，秦州，他冷冷地说。我连忙退后，张口想要解释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就在我退开的瞬间，我瞥见房内的新娘缓缓转过头，双目直直地盯着我，那眼神冰冷死寂，如同一具无神的尸体。那一夜，我彻夜未眠。接下来几天里，李安的情况越发古怪，他越来越沉默，眼神游离不定。村中有人悄悄议论说，新娘并非活人，而是多年前村中失踪的一位女子，死后怨气不散，附在李安的妻身上。村人叹道，这门婚事该是场冥婚。某日，我终于忍不住私下询问李安，你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安面露痛苦，语气低沉，秦州，我不知道。自从娶了她后，我每夜都梦见她站在我身边，一言不发地盯着我。她的眼睛就像是要将我吞噬。或许你该请位法师看看，我建议。没用的，我试过了。李安哽咽着，似乎已经无法逃离这诡异的困境。就在这种阴影笼罩下的日子里，一晚，我终于忍不住偷偷潜入李安的家。当我走进房间，
竟看见李安跪倒在地上，紧紧搂着新娘的尸体，低语着：“我不该把你留下，我错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新娘根本不是活人。我后退一步，新娘那双死寂的眼睛像是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只觉头皮发麻，疯了一般冲出房间。等到我报告官府时，村民才告诉我，李安为了救活亡妻，私自与阴间之人做了交易，新娘的身体成了他一生的诅咒。几天后，村里传来李安自缢的消息。这个与我情同手足的好友竟然选择了如此悲惨的结局，让我心中充满不解与恐惧。我决定亲自去他的灵堂送最后一程，却发现灵堂中无人敢靠近他的棺材，庞府棺木里埋着的是什么可怕的东西？灵堂中摆满了红烛，那红光闪动着，照得堂中阴气森然。我走上前，看着李安的棺木，心中百味杂陈。就在我俯身鞠躬时，我听见一声轻微的笑声，像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。我猛然抬头四处张望，却发现周遭无人。就在此时，棺材忽然砰的一声轻响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移动。我心头一紧，低声问身旁的族老：“李安不是早就入土了吗？为什么他的棺木？”族老皱眉，低声说道：“他的尸体还没入土。传闻李安死后，脸上始终带着笑容，双手更是紧紧抱着某样东西，我们无法掰开他的手。抱着什么东西？”我心头一颤。族老缓缓说：“一段血红的嫁衣。”听到这里，我只觉得浑身冰冷。那一段红嫁衣是新娘的嫁衣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晚的新娘，她死寂的眼神与李安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相交相融。我无法再多待下去，于是匆匆告别灵堂，离开了村庄。然而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频繁地梦见那位新娘。梦里，她依然身穿红嫁衣，站在雾气苍茫的荒原上，双眼直直地盯着我，彷佛想要向我传递什么讯息。她的嘴唇微微开合，却听不清她在说什么。我每次从梦中惊醒，发现屋中寒意袭人，彷佛有什么阴冷的东西存在。渐渐的，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。直到某夜，我再次梦见她，她走进我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也来陪我吧。”那句话冷得我毛骨悚然。我惊醒过来，发现卧房里竟然传来低低的哭泣声，声音和李安婚礼当夜所听到的一模一样。我颤抖着循声而去，竟在自家厢房门口看见一段鲜红的嫁衣铺满了整个地板，发出诡异的血腥味。我怔怔地望着那段红嫁衣，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被无形的黑暗吞噬。正当我感到无望之时，我听到耳边传来李安的声音：“秦州，只有让他安息，才有解脱。”他的声音彷佛带着哀求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我恍然大悟，这场诅咒的源头正是那段红嫁衣。新娘的冤魂未得安息，她怨恨、徘徊，甚至想要夺走他人性命来填补她的孤寂。于是，我趁夜来到李安的坟前，将那段红嫁衣埋在他身旁，默默祈求他的灵魂得以安息。就在嫁衣落入土壤的瞬间，我耳边的哭声渐渐消散，四周恢复了宁静，似乎一切终于结束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转身准备离开，却看到一张苍白的脸孔在黑暗中浮现。新娘穿着嫁衣，悠悠地说道：“终于找到下一个陪伴我的人。”最终，我成了这段冤魂的下一位受害者。在那幽暗的坟地里，我的尖叫声回荡着，淹没在无尽的黑暗中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